大家早安，今天跟大家介绍一张比较不一样的 Free Pass 哦。这张是可以在车站的机台上买的哦。那现在的 Free Pass 啊，基本上都可以直接印在卡片上面，所以如果你有 Passmo 卡，就可以选 Passmo， 就不需要再另外买一张纸本的车票。那今天要买的是这个 Tokyo Metro Pass， 就是东极电铁和东京地下铁的一日券哦。那它的使用范围比较特别，基本上就是东极线上的任何一站到东京地下铁任何一站来回各一趟，加上东京地铁全线坐到饱的 pass， 听起来好像有点饶舌。我们来看一下地铁图哦。假设你住在自由之丘，然后你今天要去表参道，你就可以坐这个东极东横线，然后到涩谷，再转银座线到表参道。这样算是一趟去的一趟。那从表参道之后的所有东京地下铁的路线跟站，你都可以随意的上下，几次都可以，就是坐到饱。那你要回家的时候，如果你在假设六本木好了，你要再回到自由之丘，你就是坐这个日比谷线，然后到中目黑，再转东极东横线回去，这样子就算是回的一趟。所以它就是含了这个去跟回的一趟，然后加上这个东京地下铁的全线的一日券哦。那你中途是不能下车的，所以你去就是一次到位，回也是一次到位。那它的价格啊，就会依照你的出发点的距离不一样，然后会有不同的价格，所以可以仔细算一下。所以如果你今天住在东极线上的任何一站，那你今天的行程刚好都是在这个东京地下铁站，然后进出站会超过3次的话，我觉得买这张票就还蛮划算的哦。那我今天出发的站价格是880元哦。那你也可以直接从这个卡里面直接付，如果你卡里面有钱的话。那不够的话，像我现在就少了20块，我就可以直接再投钱进去，然后去补足那个金额就可以买了哦。那你最好是出发的站跟终点站都是同一站，要不然如果你回来的时候啊，超过那个距离啊，他会给你加收钱哦。不过这张票我觉得还是蛮值得买的哦，因为在日本啊，如果你是坐不同电铁，然后要转车的话，价格其实还蛮高的哦。那这 Free Pass 的资讯，它就会像这样子印在这张卡上面哦。那还有另外一些规定，可能就是时间，或者是它不能用手机上的卡片等等的，我会把更详细的说明放在资讯栏里面哦。大家有机会去日本也可以试试看哦。今天我们来逛一下代木上原 Yoyogi Uehara， 这里是南口，从这边出来有一间意大利面店，它其实里面有蛮多就是和风的菜单，我觉得我有来吃过一次，我觉得很不错。这一间菜单很特别，就是有一些纳豆啊，还有什么紫苏叶啊，比较和风一点的。如果大家有来这边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我现在要去一间叫做哈里兹的甜甜圈店，其实在台湾有分店。然后我现在是来日本的本店来吃。出了南口之后啊，就是从这个坡这样一直往上爬，然后等一下到一个小路的时候要转进去哦。这好像是新开的，之前没看过啊，今天没有开。再继续往前，在一个很小的路的地方左转，就会看到。有点忘记了，我想一下。啊，这里。这有一个神秘的楼梯，往那边走下去。就从这个小道路直直走啊，就会在左前方。这边其实是住宅区，所以还蛮安静的。哦，这里有多一间新的哎，哇，好几年没来都不知道这里变这样了。看那个雨伞。我刚问这边日本人，结果现在一次只能进去1个人，所以我现在在这里排队。看一下外观，
就是一个古民家，日文是说古民家的感觉。刚刚本来想要在店外面吃，可是刚好一堆人在那边排队，我觉得太害羞了，所以我就在 Google 上面找了一个小公园，真的很小，它就只有一个溜滑梯，然后好像是附近的这个儿童，他写儿童愿景、儿童游乐园的概念。运了个小椅子，我就坐下来在这边享用。然后他们现在呢，一个人是只能买5个，在日本。然后我今天买的是，因为就只剩下2种口味了，所以我今天买的是肉桂葡萄干，然后还有刚做好的 cream cheese。这个厚度你看看，真的是，我觉得它因为毕竟用的食材是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吃起来口感还是有差，所以如果喜欢台湾哈里兹的人啊，可以来试试看日本本店的味道跟口感。你看，天哪，天哪，太可爱了！现在来试吃看看吧。真的好好吃哦，好 Q 哦，口感味道真的不太一样。而且它其实外皮还有一点点脆脆的感觉。我们来看看cream cheese口味。依照我以前工作的经验呢，这个接口的地方啊一定没有料，所以我从接口对面开始咬，就会一口气咬到那个料。这是刚做好的，里面cheese还软软的，好吃哦！天啊！如果是喜欢甜圈或者是喜欢哈里兹，我都很推荐你去来本店试一下。然后它是在代代木上园站里，所以如果你从原宿或者是从涩谷出发都很近，转个1-2站就到了。等一下吃完了，我们就去代代木上园再散步一下，介绍一些店给大家。就在刚刚哈里兹隔壁的小路，有一间意大利料理店，非常的小，就是这个卡萨维加。这边呢，我之前有来吃过它的午餐套餐，真的是我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清炒意大利面。但是它好像下午是休息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推荐一下。再来就是我从日本回来的某一天，我的手机突然就死机了，去修了也没有用，所以里面的照片全部都不见了。没关系，就让我用地图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吧。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到我的 Google Map， 位于东京这个区块，然后我们先找到这个代代木上园 ，OK， 然后就会出现刚刚经过的一些地方哦。看，像这个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哈里兹 Donuts， 再来就在它的隔壁街就有这个 Casavecchia， 在这里，所以其实很近。然后这是从车站南口出来的那间意大利面店，然后这个也是在影片里面有出现的，我说的新开的一家店。那其实它是一个叫做 Minimo 的店，那它的本店其实是在卖一些可可豆、可可饮跟巧克力的地方。那我看了一下这一间呢，它其实卖的是蛋糕类的然后可能有那种拼盘，你可以一次吃到好多种巧克力蛋糕，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呢，也可以去这一间店看看哦。吃的话其实还有很多，而且有很多新开，也有很多倒了，所以这几间还在。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要去这个区块的话，可以再打开它的地图，慢慢的研究。那除了那个吃的之外呢，这家衣服店我也是蛮喜欢的。我进去逛过，觉得它的衣服都还蛮特别的。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古
竹因为它没有特别写，但是这家店还不错。那同样的这一条路上呢，也是有一些店可以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边这个洞口出来的这一条路啊，其实有非常多的餐厅，还有一些红酒吧也都还蛮有名的。那我觉得这个区块的好处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观光客，而且它其实离这个代代木公园就只有1站而已，然后离涩谷也很近，涩谷元素这边也很近，所以如果你有刚好去元素的话，可以多坐2站来到这个代代木上园逛一逛也不错。那既然讲到了这个代代木公园呢，就再跟大家介绍一家咖啡店。它其实是从涩谷走去大概要10分钟，从这里走去大概要10分钟，就是这一家我非常喜欢的这个 Camelback 骆驼，它的三明治非常好吃，然后它的三明治是那种，我是很推这个鸡蛋三明治，它面包是属于比较软的，然后中间是像玉子烧这样。那它其他的三明治的口味呢，是看当天的食材来决定的。它是这种法国面包的，然后里面可能会加一些生火腿啊，然后这个口味没看过它会加一些生火腿或是cheese。我觉得它的三明治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去吃一下。然后那个老板呢，如果还是在那里的话，我曾经去过2次，我跟大家讲一个比较蛮有趣的回忆。我曾经去过2次。那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呢有点像星巴克一样，他会问你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就是好了之后他就会去叫你。那我其实在隔了大概1-2年吧，我想至少1-2年之后再去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姓什么，然后那个老板他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然后有点胡须的，有点胡渣的，很这个西洋风的一个老板。他就跟我说你是不是以前也有来过这样。我想说，不晓得他是不是只是在社交，还是说他觉得我的姓比较特别，所以他记得我这样。那反正他的咖啡也很好喝，三明治也很好吃，所以这间我也是蛮推荐的。那它附近其实也有很多就是还蛮特别的店。那刚刚讲到那个 Minimo 的本店呢，其实也就在这附近，就在这里而已。然后它也是有一些甜点可以吃，但它主要呢卖的是这个1块的那种巧克力，它里面有可可豆，它就是一家巧克力专门店，然后主要是卖这种板状的巧克力，片状的。那如果有想要尝试不同巧克力风味的人的话，我也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这一间那如果大家对我的其他地图密码地图有兴趣的话呢，我之后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就先这样子咯，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对了，如果有跟我一样喜欢 Nico and 的朋友，很推荐大家来逛元素这间 Nico and Tokyo，里面的东西真的又多又好逛，而且还有退税